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本我的大厚书，书名叫做《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从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左派，他有一本书叫做《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从那儿照套下来的。这本《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是美国耶鲁大学2011年出版的。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担任过牛津和剑桥好几个大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特里·伊格尔顿。我这本书的书名非常清楚了，我的立场恰好相反。早在跟随我的导师余光远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向，读这个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就发愿要写一本全面系统批判马克思的书。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这番宏愿一拖再拖，直到去年才下决心付诸实施。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原因非止一端。居首位的是难度。马克思是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罗素称他是构建宏大体系的最后一人。这个人智力超群，脑容量巨大，并且极为博学。他一生的著述多达100余卷，几乎涉猎了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自然科学他也多少有所论及。如果不具备同样至少是差不多的智力水平和知识水平，要想全面系统的批判马克思，毫无疑问是自不量力贻笑大方。其次，中国知识分子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媒体和其他领域的巨大影响。有人统计，美国的大学教授将近80%到90%都是左派。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的右翼保守主义学者，经常不得不遮遮掩掩，甚至发违心之论。从全世界范围看，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只要资本主义有毛病，马克思主义就有了生存空间。资本主义如果出了大毛病，马克思主义立刻就会恢复活力，开始兴风作浪。2次世界大战之间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就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如今正大行其道，不但在中国，而且在美国，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我要坦白承认，在2020年以前是被我严重低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曾经普遍赞同福山等等这些保守主义者的乐观判断，以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彻底死亡了，自由民主获得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胜利。第四，做这件事儿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呢？这是让我把写这本书一直拖延到今天的第4个原因。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这根本没有价值。为什么呢？他们说今天还有几个中国人还信马克思主义啊？马克思主义早就被丢到垃圾堆里去了更别说那些还信的，他们信的是不是真马克思主义，只有天知道。他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共产党用来维护专制权力的幌子罢了，不值得认真对待。我认为此说大谬不然。首先，中国人真的已经不信马克思主义了吗？事实并不是这样。或许有少数的觉悟者确实是不信了，可是他们不代表多数人，不代表多数中国人。关键并不在于主观上自以为信或者不信，而在于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影响。自以为不信，不等于就清除了马克思的影响。
我举个例子说，那中国人普遍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就是为了争夺经济利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脑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等，都严重忽视了思想观念、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作用。这恰恰全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历史普遍必然规律论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那到现在，数不清的学有所成的学者，开口闭口都说是从秦到清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斯大林所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它的根源是马克思。非常讽刺的是，所有上面这些粗陋片面的认知，正是来自马克思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的零和博弈政治观等等。自以为不信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却无所不在，3句话之后就是马克思主义。从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的亲身经历看，不能不承认，我们几乎人人的头脑都被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格式化了，加装了马克思厂牌的操作软件。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处理一切理论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了我们不自觉的第二天性了。我们的表层意识也许已经知道马克思是错了，但是深层的潜意识仍然是马克思式的。我们从价值观到情感反应，从思维模式到具体结论，乃至每一个名词概念，全都是被马克思主义的套路规范好的。一些人甚至都没有资格谈信或者不信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还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断不过是普通常识。也确实，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普通常识了。这套思想软件和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新知识、新方法是格格不入的，造成的问题极为严重。我认为这是导致改革开放障碍重重，甚至停滞倒退的最重要的原因。接下来问题是怎么写如何取舍，如何安排顺序，如何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让我颇费斟酌。思考再三，我决定这么处理。我这本书的内容一共分5章，第1章是马克思的影响，我把最容易理解的部分，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际影响，马克思通过他的信徒向全球传播其思想理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我把这个内容放在最前面了。接下来的4章就是列宁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也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我得说，列宁是概括的非常准确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用语。按照主流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说。不破不立，只批判和否定，揭示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的每一部分，我都依照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他的精致正伪主义方法给区分成2部分。拉卡托斯是继承了波普尔并且加以发展的。他认为评价理论的好坏对错，不仅要根据理论的内部标准，所谓内部标准是指概念清晰、论据充分、逻辑自洽、符合事实、有解释力、预测力等等。这一套东西叫做内部标准。除此之外，更要根据理论的外部标准也就是说和它的竞争性理论做多指标的综合性比较，这叫外部标准。
换句话说，不和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做全面的综合比较，就不可能准确地评价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免了宗派性门户之见，防止掉进主观片面性陷阱的方法论。尤其是当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用大数据技术，让好多人掉进了回音室效应之中，只听到自己声音的回声，而不自知。当今这个回音室效应时代，有意识地运用对比阅读法，也就是上面说的精致的证伪主义方法，去阅读违反自身偏好的和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所谓的反面读物，硬着头皮去汲取负面信息，就显得特别重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竞争性理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哲学的竞争性理论是当代西方的科学哲学，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竞争性理论是英美自由宪政。因此，我这本书的第2、第3、第4章都分为2部分，也就是说，分别按照内部标准和外部标准对马克思的理论做介绍和评价。其中的第4章由于篇幅过长，所以我把它分为了2章。第4章是按照内部标准对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说，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做的评价。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说，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简称革命精髓。它确实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理论的精髓部分。拉卡特斯把这称作理论的硬核。这也是马克思对世界产生最大影响的部分。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都是服务于这个革命精髓的。又因为马克思的革命精髓是从作为基本原理的唯物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从这里边推导出来了。所以呢，我把历史唯物论原来是应该放到第3章马克思的哲学里头的，我把它从第3章剥离出来，作为这第4章的第1节，因为它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部分。如果它是根本错误的，我当然是这么看的，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说就要彻底崩溃，因为原理错，全盘错。我把马克思的革命精髓区分为基本原理和实操方案2部分之后，又把实操方案区分为作为手段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作为目标的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么2部分。革命手段加上革命目标，就构成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实操方案。这是第4章的第2节和第3节的内容。第4章1、2、3这3节合起来就是基本原理加实操方案，就成为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好了，第5章是国家治理，马克思及其对立面。这是按照外部标准介绍马克思政治社会学说的竞争性理论。医生不能只诊病不开药方，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说为什么是错的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指出什么才是对的，要说明国家应该如何治理。这第5章是我这本书的重中之重，和第4章合起来就构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社会学说的完整阐释和批判。马克思政治社会学说的竞争性理论就是英美的自由宪政，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如何治理才可称得上良治善政，而马克思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交了一张0分的白卷，就像他的经济学在解决经济活动应该如何组织才最有效率这个问题上交了一张0分白卷一样。何以至此？
道理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一套革命理论，目的在于破坏，它和经济建设以及国家治理毫不相关。共产党国家居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理所当然只能是南辕北辙。我这本书是一本专门挑错的著作，要说的是马克思错在哪里，为什么是错的，后果如何等等。尽管如此，我相信不怀偏见的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会认可我作为笔者是力求公正的。还有必要说明，我对马克思的批评当然是包含道德谴责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动机邪恶的坏人，而且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么看。坦白说，多数软心肠的善良人如果读了马克思的传记我想恐怕都很难不被马克思的牺牲奉献精神和他理想的崇高性打动，尤其是对他的妻子燕妮大家恐怕会感动到潸然泪下至少我本人是如此。尽管事实上马克思的牺牲奉献并不是全然无私的，燕妮和马克思本人一再的误判形势，他们认定革命马上就会成功，而马克思必将在其中担任重要的角色。此外，马克思除了走这条激进革命的道路之外，有没有兴趣或者有没有能力从事任何一种正当职业，我认为是大可存疑。马克思终其一生他只去做过一次谋生的尝试他跑到一家火车站的邮局去谋职，结果呢，因为他字迹潦草，还没被录取，就这么一次，一辈子他都没有从事过任何正当职业。归根结底一句话，追究马克思的个人动机并没有意义。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从事革命？这是他的个人动机，这些实际上没有意义。有意义的仅仅是他的思想理论向全世界传播，当然是经过他无数门徒之手这些传播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我不得不说，这个后果是极其恶劣的就算马克思善良崇高如同天使，他的动机完全善良，也不会改变这个后果的恶劣性质的一分一毫。好动机造成坏结果，也许比好动机造成好结果更常见。有一句名言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良愿望铺成的。马克思本人是没有来得及亲身实践他的革命理想，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的是他的众多门徒，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后来的所有的共产党人。马克思的门徒在很多个国家，最多的时候极盛的时候有25个。就像列宁他的同志兼战友罗莎·卢森堡曾经做过的预言那样列宁的共产党先锋队理论将不可避免地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抽象理想走向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现实，最终会演变为独裁领袖对党和党外所有人的专政。为了这个缘故，卢森堡斥责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的很对，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无产阶级自我管理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虚无缥缈的空想，无产阶级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做到自我管理。无论何时何地，无产阶级专政一旦付诸实践，一定会依照其固有规律演变为领袖专政，也就是一个人的独裁。共产主义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必定会导致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的背离，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色，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固有逻辑，不以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背离或者背叛、修正都是必然的，不背离是不可能的。差别仅仅是在于你往什么方向去背离。列宁主义是往左背离，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往右背离，如此而已。因此，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互相指责对方背离了马克思的教导，这要么是宗教教义之争，要么是惯唱高调、专事空谈的书呆子，毫无意义的废话。要是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奇人奇事，我会说，这是一出古希腊俄狄浦斯王式的大悲剧。他讲的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这个人说不定还是一个崇高的善良的好人，如何鬼使神差，并非出于他自身的本意，而犯下罪孽深重的恶行，以至于疑惑无穷的故事。坏人做坏事是不值一提的，好人做坏事才成为悲剧的真正的题材。何以至此呢？